宝正和姐姐在妈妈怀里吃奶，突然听到宋三岁的声音。辉宝回头，一脸审视的看向宋三岁，让宋三岁以后吃饭时别串门，不礼貌。不过这周宋三岁整整制作了30分钟的宝家吃饭视频，专挑宝家吃饭的时候过来。宋三岁在这周给姐妹俩投喂小零食的同时，还陪姐妹俩练习了一下体检。宋三岁拿来一碗小零食，此时瑞宝趴在栅栏前，已经等不及了，哼哼唧唧的让宋三岁赶快给自己一口。宋三岁先是让瑞宝坐好，然后在体检台上放了一根竹子，让瑞宝把手伸出来。瑞宝学着妈妈的样子伸出手，宋三岁立马将小零食投喂给瑞宝。而很快，一旁的辉宝也被吸引了过来。辉宝小手拼命地往体检台的洞口伸，辉宝这强烈的想吃小零食的欲望，直接给宋三岁看服了。虽然辉宝还没做好，宋三岁的小零食就已经放进辉宝的嘴巴里了。宝家成员对于体检工作向来都不用太费心，都是自然而然的就会了。第二天，宋三岁早上再来看宝家时，发现辉宝不见了。一抬头，原来辉宝在宋三岁头顶，这画面似曾相识，和他爹小时候一模一样。宋三岁眼瞅辉宝都能爬出去了，宋三岁感叹：好在辉宝现在胖了，天花板缝隙辉宝现在是挤不进去了。要是小时候的话，还真难说。辉宝也不嫌累，就这样跟宋三岁僵持了数分钟。因为辉宝爬得太高了，宋三岁也够不着，根本接不下辉宝来。瑞宝这时都已经出门营业了，辉宝还在栅栏上挂着。宋三岁感叹：辉宝真是随了他爹，这点一点也不假。一会儿出门后，瑞宝跑来拉宋三岁的门，瑞宝的小爪子抓着门框卖力的拉门，要不是宋三岁在里面拽着，真能被瑞宝拉开。江爷爷被自己的2个小孙女来到合不拢嘴了，满脸慈爱。昨天韩国爱宝乐园下着大雨，虽然才上午，但是天却黑得厉害。不过这仍然阻挡不了姨姨们去看瑞宝和辉宝的心。尤其是瑞宝和辉宝的站姐更是风雨无阻。此时姐妹俩刚出门有些困，凑在一起趴在小树上睡着了。或许大熊猫也喜欢在下雨天睡觉，更何况室内园区还有恒温空调，不冷不热的室内再搭配上窗外的雨声，这让瑞宝和辉宝睡得很是安逸。姐妹俩安心睡觉，爱宝独自营业，而暖男乐宝此时也没有睡，正在隔壁园区陪着爱宝。乐宝的大竹笋一吃一个不吱声，而昨天的雨下了整整1天，乐宝一天都在室内玩耍，而爱宝也是一样，一直都在室内陪伴姐妹俩。不过爱宝和姐妹俩这一天里，彼此都活在对方的惊吓里。开始时，爱宝在饮水盆前喝水，辉宝突然走了过来，吓了爱宝一跳，差一点这巴掌拍瑞宝脸上了。说大熊猫胆子比较小的，看来也都是有依据的。爱宝喝完水后回家休息。此时江爷爷来到了园区，给爱宝收拾吃剩的竹子以及放置新的竹子。这次爷爷给爱宝放了一块大胡萝卜，瑞宝发现胡萝卜后来到小亭子上偷吃。不过很快爱宝就从通道门里走了出来，爱宝一眼就看到了瑞宝在偷吃自己的胡萝卜。瑞宝灵动的小眼睛透露着满满的慌张，当听到妈妈脚踩在竹子上的声音后，更是吓得一激灵，但胡萝卜却被瑞宝一直牢牢地抓在手里。爱宝走上前，将瑞宝摁在身下，试图给胡萝卜抢过来，而瑞宝抱着胡萝卜拼命往嘴巴里塞，心想能多吃一口是一口。而爱宝对身下的瑞宝也没有客气，摁住瑞宝的头，立马就给自己的胡萝卜抢了回来。瑞宝这看到好吃的就把嘴里原有的东西吐出来的模样，简直和福宝小时候一模一样，真不愧是亲姐妹。以前挑食的只有乐宝和福宝，江爷爷常常因为乐宝和福宝浪费竹子而碎碎念念。而令爷爷们没想到的是，福宝现在回国了，辉宝这里又接替上了。江爷爷称这个行为为宝家美食家。辉宝和福宝这挑食的习惯都是从宝家第一任美食家乐宝的身上遗传来的。起初江爷爷给乐宝起这个外号，充满着爱的宠溺，但慢慢的乐宝的挑食远远超出了江爷爷的想象。乐宝逐渐给江爷爷整脱房了。爱宝在怀孕时，乐宝也跟着一连好几天的挑食。江爷爷怀疑乐宝是不是在替爱宝孕。江爷爷仔细一想，乐宝好像1年365天，天天都在孕产。江爷爷这高级吐槽真是令人难以反驳。现在辉宝味蕾逐渐丰富后，也渐渐有了挑食的迹象，而且辉宝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前几天宋爷爷看到小滑梯上掉落的竹笋块，想着捡起来再次喂给辉宝，谁知宋爷爷前一秒刚给辉宝喂进去，下一秒辉宝就吐了出来。看到辉宝这挑食的模样，宋爷爷这里眉头都紧皱了，因为宋爷爷这里喂的可是竹笋，辉宝连竹笋都不想吃，这以后挑食的习惯怕是要比姐姐和爸爸还要严重。而今天圣熙阿姨来到园区，辉宝看到圣熙阿姨来了，想都没想就直接给嘴里的竹笋全部清空了。辉宝知道
姨母是不会空手来的，所以提前准备好接受姨母的小零食。而正如辉宝所想，盛熙阿姨放下竹子后，就给辉宝递来了胡萝卜。都说辉宝憨，其实咱辉宝一点也不憨，辉宝聪明着。现在宋3岁一心沉浸在研究让姐妹俩自己回家的方法上，而江爷爷这里则依旧喜欢采用最传统的方式抱姐妹俩回家。或许对于江爷爷来说，想的是趁现在还能抱得动，趁现在还能抱得到，就多抱抱。建议宋3岁学习一下江爷爷的心态，因为等瑞宝和辉宝独立后，好几天没来园区的江爷爷对姐妹俩很是想念。今天来看姐妹俩时，还给姐妹俩带了大竹笋。江爷爷将大竹笋递给辉宝后，辉宝直接抱着竹笋开口。辉宝虽然是女熊，但性格和爸爸一样，向来不爱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瑞宝这里接过爷爷竹笋后，走到爷爷身边和爷爷贴贴。瑞宝从小就懂得如何拿捏爷爷，看到瑞宝走到自己身边的江爷爷，嘴角都开心的合不上了。而咱辉宝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坐在小滑梯上，心中没有一丝杂念。干饭这件事情对辉宝来说是最专心致志的事情了，这也就理解为什么辉宝的体重会比瑞宝沉了。而瑞宝这里吃了没一会儿又玩起来了。瑞宝这里体重想追上辉宝还是有难度。江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开始为爱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而此时的姐妹俩竹笋也不吃了，一起挤在小滑梯上玩耍。在江爷爷在园区四处查看时，还在饮水盆处发现了一根雪竹竹笋。江爷爷先将这根雪竹竹笋递给了瑞宝，江爷爷也不能偏袒，于是又去继续寻找。江爷爷走到远处的草丛里，发现了一根，递给了辉宝。姐妹俩神同步的躺在小滑梯上吃着竹笋。江爷爷绕到姐妹俩，姐妹俩又神同步的一起抬起了头。这模样不要太可爱。今天江爷爷也没有让姐妹俩自己回家，而是一个一个自己抱回去的。江爷爷先抱的辉宝，抱起辉宝时都变了。江爷爷心里一定又在想，江爷爷将辉宝抱到门口后，将辉宝拖了回去，之后紧接着去抱瑞宝。细看江爷爷在抱瑞宝和辉宝时表情都不一样，抱瑞宝时嘴角还可以上扬，抱辉宝时江爷爷咬牙坚持，心想一定不能让辉宝掉下去。而瑞宝这里到达门口时，江爷爷是直接抱着瑞宝走进了通道门口。宋3岁举着一根竹子跟辉宝玩起了躲猫猫。宋3岁用竹子遮蔽着自己，而辉宝躲到树后面后，认为宋3岁一定没有看到自己，更发现不了自己。辉宝此时感觉自己聪明坏了，露出了得意的微笑。而宋3岁就这样一直举着竹子，认为自己这样辉宝是两个掩耳盗铃的家伙，此时都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宋3岁这时举着竹子率先出击，悄悄绕到辉宝身后。宋3岁的操作很是成功，此时的辉宝根本没有发现。辉宝反应过来时，宋3岁已经跑远了。爷孙俩一个未满1岁，一个3岁，彼此玩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辉宝想爬到小亭子上，宋3岁调皮的给辉宝拽了下来。气不过的辉宝立马跑去追宋3岁，不过宋3岁迈2步，辉宝要走10几步才能追得上。宋3岁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满足了，留辉宝在园区，自己则回到了房间。宋3岁回家后，很快爱宝便来到了园区。此时辉宝那股调皮的劲头还没消散，辉宝蹲在爱宝身后，还想挑衅爱宝，但辉宝又惧怕爱宝的气场，真是又怂又爱玩。辉宝被爱宝吓得连连后退，但当看到妈妈要走时，又立马跟在妈妈屁股后面，这让爱宝很烦，反手给了辉宝一巴掌，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推了下去。当妈妈不看自己时，辉宝又辉宝跟着妈妈来到小木床上后，辉宝趁妈妈在吃胡萝卜时，从妈妈的竹子堆里偷偷给竹笋找了出来。找出来后，还回头看了眼妈妈，看妈妈有没有发现自己。不过很快，爱宝就给胡萝卜吃完了。之后，爱宝从辉宝手里给竹笋抢了过来。不过爱宝给辉宝留了一半竹笋。爱宝的爱总是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辉宝拿着妈妈留给自己的竹笋，去到了滑梯平台上。而爱宝一会儿吃完手里的竹笋后，也没有再去抢辉宝手里的竹笋，而是直接吃起了竹子。而辉宝这里坐在滑梯平台上，吃着妈妈留给自己的竹笋，很是开心。